这些 AI 生成的频道已经拥有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订阅，每个月估算可以赚到几千到几万美金，是真的吗？今天这集就一口气来看 AI 频道怎么做。我们开始，我们首先把影片拆成两个部分来看，一个是画面，一个是声音。如果把这两个元素分成 X 轴和 Y 轴来看， X 轴最左边是一张静态图片， X 轴最右边是一段连续的动态画面， Y 轴最下面是一段没有语义的音乐， Y 轴最上面是一段有语义的声音，这样就会切出几种不同类型的频道。第一种是静态图片加纯音乐，例如 Lo-Fi 睡眠音乐、AI 管弦乐。第二种是静态图片加 AI 旁白，例如人物思维、哲学解说、语言学习。第三种是多张图片加 AI 旁白，像故事书一样，例如睡前故事、历史故事、童话故事书等。第四种是模板影片或 Remotion 动画加上 AI 旁白，例如科普解说、资料动画、技术教学等。第五种是 AI 歌手或 AI 偶像类型。第六种是直接用 AI 影像生成模型把画面和声音一口气生成，例如 AI 短剧。这六种不是平行的工具选项，而是一条光谱，越左边声音和画面同步的要求越低，越可控，也越容易量产；越右边声音和画面越需要精准同步，视觉冲击越强，但成本也越高，越不稳定。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是怎么做的。我们先看最简单的，只有一张图片的状况。如果是只有背景音乐，对应到的频道最经典的就是 Lo-Fi Girl， 它是一个 GIF 图片搭配一段背景音乐，受众主打想要专心做事同时听点音乐的观众。但这个频道宣称所有内容都非 AI 创作，而最近也有一堆管弦乐频道出来，它们的本质都一样，就是一张图片加上一段音乐。这类型频道的内容很容易做，第一步直接请 ChatGPT 生成类似的封面，要生几张有几张，随便选一个。第二步打开 Suno 这类型的音乐生成服务，直接把提示词丢给它，然后直接生成音乐，并且通通下载下来。如果是 Suno 生成的，记得要先购买方案才有该音乐的版权。第三步，最后再请 Cloudcode 做收尾，用 FMPEG 串在一起，并且加上音符跳动的动画，这样就可以生成一部影片。这种频道算是最容易做的，因为音乐本身没有什么对错，而就算真的错了，可能一般人也听不出来。使用的情境也很明确，甚至有人一听就是会听一整天，播放时数很长。而接下来是第二种，是一张图片搭配旁白，例如你可能看过一些哲学、人物思想、商业智慧类型的频道，像是纳瓦尔系列、查理蒙格系列、巴菲特系列。影片内容很简单，就是一张图片加上字幕，加上一段旁白脚本。这个脚本是这样的， AI 会根据这些名人过往的演说、访谈、书籍等公开资料来扮演这些名人，用他们的人生智慧来回应一些主题，例如如何让自己不要内耗，又或者像是如何获得快乐等。可以聊的主题很广泛，例如财富、自由、工作、感情、焦虑、人生选择、创业等。这类频道的工作流长这样：第一步，收集资料，直接用 ChatGPT 请他去搜寻相关的文献和资料，包含访谈、书籍、演讲、Podcast、文章、社群贴文等。第二步，生成脚本，根据收集来的资料，可以收敛出几种人生价值观、决策判断方式，然后再根据不同的主题做发挥，像是对于遇到烂同事怎么办、心情不好怎么办等等，最后生成一段可以直接念的脚本。第三步，生成语音，用 Eleven Labs 等相关工具将旁白转成语音，可以直接选一个听起来顺耳的配音就好。第四步，生一张图，直接请 ChatGPT 生成封面图。第五步，统整在一起，用 Cloudcode 把图片、音档、字幕，请它全部串在一起就可以完成了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成果。我会先请你冷静一下，因为在人生里，很多人一遇到烂同事，第一个反应就是生气，第二个反应就是想证明自己是对的。这类型的影片可控性很高，脚本格式可以固定，声音可以固定，所以它非常适合自动化。但有几个重点要注意：第一，资料源要干净；第二，脚本要有观点，不是把名言重写一次；第三，不要未经授权clone真人的声音；第四，如果是模仿名人的思想，一定要避免让观众误以为这是本人的原话；第五，声音品质比画面更重要。除了名人思想影片之外，还有很多种变形，例如语言学习频道，这种更简单，它就是一张图片，然后上面放字幕，会有两个人不断的对话，这比刚刚需要事前收集名人的资料更简单，因为它不一定需要很深的观点。对学语言的人来说，只要这个句子够生活化，发音够清楚，情境够好懂，它就有学习的价值。第三种，从一张图片进化成多张图片，这种形式就是一个人一直在念故事，画面则是像绘本一样一幕一幕的切换，它比一张图加旁白更有观看体验，因为画面会跟着故事推进，制作起来也不像真正的动画
华这么困难。第一步，先用 ChatGPT 针对主题去思考10幕，然后再去生成这10幕图片的生成提示词和旁白。第二步，拿图片的生成提示词去生成图片，以及把文字旁白用 ElevenLabs 去生成语音档。第三步，把东西全部丢给 Cloudcode， 请他帮你串成一支影片。可以来看一下成果。在中间偏前的位置举手发问，几位孩子转头偷笑，教室氛围微微紧绷，但不阴暗。爱迪生没有像平常一样跑来跑去，他低着头走在碎石路上。这类型的影片真正的难点是说故事的能力，因为多张图片只是让故事书像绘本一样一页一页往前推进，但如果故事本身没有悬念，没有角色目标，没有挣扎或转折，那它就只是10张图片配上一段无聊的旁白。所以在用 AI 生成故事的时候，不能只跟他说帮我写一个童话故事，而是要先设计主角想要什么，遇到什么阻碍，每一幕有什么悬念，最后有什么情绪或反转。等故事本身成立之后，才会进到技术问题。比单张图片难的地方是每一幕的角色和场景需要一致，所以在生成图片时，建议可以先生成一张角色设定图和场景设定图，后续生成每一幕分镜时，把这些参考图片丢给 AI， 让每一幕看起来像同一个故事世界。生成图片这件事，很多人会伪装是用手绘的火柴人，故意把图片画得很阳春，或者有某种手绘的风格，让人看不出是 AI 制作的，这样观众就会更愿意点击，更愿意看完。而我也看过更简单的做法，例如很多人会直接请 Notebook LM 生成 Podcast 和简报，最后把2个东西搭在一起，这样也能做出类似多张画面加旁白的影片类型，只是它比较像资讯型简报，不太像真正的故事。第4种，我们把画面从静态图片再往右边移动，变成动态画面。这里可以再分成2种类型，第一种是素材影片，第二种是程式动画。素材影片就是别人拍好影片后被放到了素材库，可以从中挑选跟自己这个主题或这段话比较相关的片段放进来，让观众有些画面可以想象。制作的逻辑是旁白优先，先把要讲的东西全部录完后，再看哪些片段要搭配什么影片。Paxos 这个平台有提供免费的素材，也有 API 串接，可以直接请 AI 去搜寻并下载使用。这类型的影片制作起来很容易。第一步，先请 AI 生成一个旁白脚本；第二步，将脚本利用 ElevenLabs 等工具生成语音档；第三步，去 Paxos 的官网申请一个 API key；第四步，把 API key 和语音档丢给 Cloudcode， 请他自己找影片，然后自动串接在一起就完成了。随着年纪慢慢增加，身体不一定会突然出现很大的问题，更多时候是一些小小的变化，正在提醒我们要多注意自己。比如说最近走路比较容易喘，爬楼梯比以前吃力。这类型的影片其实制作上很简单，但很容易视觉疲劳，所以都会穿插一些其他的画面，例如真实的图片、文字画面等。要怎么抓住观众的注意力，会是主要花心力的地方。另一种动态画面是用 Remotion 或 HyperFrames 这类工具自动生成动画，这一类我觉得更适合开发者，因为它不是让 AI 随机生成画面，它是把影片变成可以用资料控制的东西，例如标题、字幕、图表、时间线、流程图、数字动画、icon 等，这些都可以变成元件，然后用程式的方式去控制每一秒要出现什么。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动画也是用 Remotion 做的，制作流程长这样。第一步，先请 AI 写一个脚本，例如针对某一篇 Cloudcode 新增的功能，写一个5分钟的讲稿。第二步，把旁白脚本利用 ElevenLabs 等工具生成语音档。第三步，把语音档和脚本丢给 Cloudcode， 请他针对每一段用 Remotion 生成动画并串成影片。我刚看完 Anthropic 最新这篇更新，老实说，这次不是那种模型又变快一点，回答又聪明一点的普通更新。这次他们推出了2个新模型，一个叫 Claude Fable 5，一个叫 Claude Mythos 5。这类型的影片有2个困难点：一、动画稳定度 ，Remotion 动画生成时会有一定的几率跑版或者不如预期的状况；二、动画和旁白怎么对在一起，念到什么的时候，画面就要跟着变化。目前手动还是比较准的。第5种是 AI 歌手、虚拟偶像这一类，只要准备一张有人物、动物或其他具体形象的图片，再搭配一首歌，就可以让 AI 自动生成一段开口唱歌的影片。如果不只是单纯让主角唱歌，也可以再穿插一些其他画面，像是情境镜头、氛围画面或转场，整体看起来就会更像一支完整的 MV。制作的流程是：第一步，先请 ChatGPT 生成一首歌的歌词，并告诉他我要丢给 Suno 去做生成。第二步，把 ChatGPT 给的歌词和风格建议直接丢给 Suno 生成一首歌。第三步，请 ChatGPT 生成歌手的图片。第四步，把图片和音乐直接拿去给 HeyGen 做生成。不同的 AI 模型真实性会差很多，建议可以多尝试不同类型的模型。
我曾经相信城市码会给我答案，一行一行敲出来就能看见光亮，从本里面爬起来，从错误里成长。最后一种就是最接近大家印象中 AI 生成影片的样子，画面会动，角色会动，镜头也会动，整体感觉就像真的动画短片，甚至像电影画面一样。这种类型的影片看起来最炫，但它也是最不稳定的，因为不是在精准控制动画，而是在跟模型沟通。常见的模型像是 Cdance、Klin 等。常见的影片制作流程是：步骤1，先请 AI 写一个脚本，然后做成分镜图；步骤2，裁切每一张分镜图；步骤3，针对每一幕的图片和脚本，直接喂给 AI 模型，请它生成影片；步骤4，可以直接请 Cloud Code 调用 FMPEG， 把所有片段直接串成一部影片。本宫掌管六宫多年，从未想过有一天最大的敌非，而是一个叫 AI 的东西。哦，小翠，你看这段话如何？陛下日万机，他不公会了吧？是 AI 会。这种类型的影片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成本。如果真的要做一支8分钟的影片，成本也不能只看成功的片段，总共要算的是成功和失败的影片数量、影片生成时的等待时间、人工挑片的时间，降低失败率成为关键。我们无法调整模型，但我们可以写提示词，用更好的提示词就能产出更符合预期的结果。一个好的提示词可能会包含画面比例、主体、场景、动作、镜头运动、光线、情绪、风格、参考图、不要变的东西、不要出现的东西。当然，这些提示词不要自己写，而是给 AI 规格后，请它帮你写。看完这6种形式之后，会发现一件事，确实可以用 AI 帮忙生成影片内容。厉害一点的人，甚至可以串接 API， 把整个自动化流程建起来。但其实我不推荐这样经营自媒体，原因有3个：一，越能自动化，越容易被复制，这是这集最重要的矛盾。如果一个工作流可以被你完全自动化，那通常也代表别人也做得到。今天你可以用 AI 生成咖啡厅音乐频道，明天就会有100个人也用 AI 生成一样的频道出来。所以自动化本身不是护城河，它只是一个效率工具。真正的护城河还是在内容，包含选题、观点、资料来源、品味、节奏、TA 的理解，才是别人比较直接难复制的地方。所以我会把自动化分成2种，第一种是营运上的自动化，例如剪辑、字幕、上传、格式转换、素材整理、校稿，这些都非常值得自动化，因为它们减少的是重复劳动。第二种是内容上的外包自动化，也就是脚本、观点、故事、角色、人设、音乐品味全部丢给 AI， 这就比较危险，因为如果没有人参与在内容创作上，就很容易被复制。2. YouTube 政策的限制，现在 YouTube 对 AI 生成内容已经有更明确的规范，可以看到这份官方文件，不需要揭露的内容如下：非写实的内容、制片辅助、字幕制作、复制自己的声音并用于旁白或配音等。而要揭露的状况如下： AI 生成的音乐、有移花接木的内容、变造公众人物的内容等。这份文件显示出 YouTube 并不排斥使用 AI 把影片变更好，而是针对可能误导观众的部分做规范。而如果未主动揭露，会予以处罚，可能会移除内容或暂停盈利。再往下去看社群规范文件、垃圾内容政策文件，就有针对什么样的内容会被视为垃圾内容给示例。其中一项自动化或合成的大量制作就需要特别注意。最后看到盈利政策，如果想要盈利，就必须原创真实的内容，不是大量产制或重复的内容才符合条件。所以 AI 影片不是不能做，重点是要当个创作者，而不是自动化大师。3. AI 时代下更应该专注长期累积。第3点我想讲的是长期思维。这几年会听到身边很多人说不要错过 AI 红利，趁现在赶快赚一波。老实说，这种心态我完全可以理解，因为 AI 真的变化太快了，工具每天都在更新，案例每天都在出现，大家都会怕自己慢了一步。但我觉得真正要小心的是，不要让自己每一次都重新归零。例如看到有人用 AI 做产品赚到钱，就想说自己是不是也该做产品，又或者看到有人用 AI 做频道赚被动收入，就想说自己是不是也该开一个频道，看到新的赚钱方法就忍不住想要跟上。这些尝试本身不一定有错，问题是如果每一次都只是因为看到别人的成功，所以自己也跟着换方向，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变成每件事都试过一点，但每件事都没有真正累积起来，最后忙了一大圈，却发现作品没有留下来，观众没有留下来，能力也没有真正的沉淀下来。所以我的建议是用长期复利作为方向，用 AI 作为短期加速器。以自媒体来说，频道真正长期的价值还是来自你能不能持续提供观众需要的内容，长期会累积对于观点的表达、选题的准确度与观众之间的信任，这些东西才是频道真正的资产。而 AI 帮助的是整理资料、发想标题、优化脚本等。也就是说，长期来看你累积的是内容价值，短期来看 AI 帮你提高每一次累积的效率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帮我按个订阅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